大叔为了健康，每天往膝盖钉钉子，5厘米长的钉子被他硬生生敲进了膝盖，接着用拔罐器对着伤口抽血，问他为什么要折磨自己，他却说自己在享受。每当感到疲倦时，就会从身上抽血，抽完立马感到异常轻松，下班了抽一管，睡觉前也要抽一管，就这样做了10年。老婆看到他在后背钉钉子，直接吓到腿软，怕他钉死了，说他有次放学过多，都站不起来了，为此还在家休养了3个月。然而他却并不在意，现在反而变本加厉，觉得在腿上放血不过瘾，直接开始往头上钉钉子，这导致他大量脱发。他却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更坚信放血疗法对自己有用。然而医生听说后都懵了，说他的想法和方式都是错的。不仅如此，如果钉子损伤了神经，有可能导致瘫痪，而且检查发现他血液里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他根本就没病。下面就没啥好说的了，进行心理治疗吧。沟通下来才知道，大叔曾经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吃过很多的药。再后来他觉得自己体内药物残留严重超标，认为自己的血不干净，才想着用拔罐器抽血来放毒。不过还好，大叔最后意识到自己的危险行为，回家就把拔罐器砸了。之后的日子里，他用运动代替了放血疗法，生活步入正轨。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这只老鹰捕鱼时意外落水，已经在水里挣扎了几个小时，捞起来才发现翅膀严重骨折，已经丧失了飞行能力。救助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更让人揪心的事，就在距离落水不远处的树上，有一窝嗷嗷待哺的小鹰。救助人员观察了几天，都没看到幼鸟的父母，他们怀疑断翅的那只就是鹰爸爸。如果没有食物来源的话，这几只幼鸟很可能会饿死。看起来2只幼鸟情况不太乐观，巢穴周围没有任何食物，幼鸟应该好几天没有进食了。大家用编织袋把幼鸟接下来，送去了救助站，给他们喂了一些食物，很快就恢复了活力。经过一段时间的救助，幼鸟已经慢慢长大，现在必须要让它们适应大自然。救助人员给他们搭建了专门的鸟巢，模拟野外环境，每天会在不同地方放置大块的食物，让他们学会自己进食。又经过了一段时间，幼鸟羽翼日渐丰满，大的已经长到了11斤。现在他们将要进行飞行训练，工作人员对鸟巢进行了扩建，更加适合练习飞行。这就是他们未来几个月的新家。为了训练他们捕猎，还在池子里放了很多鱼，可以看到池子旁边就有被他们吃剩的。经过长达6个月的饲养，他们已经完全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是时候让他们回归大自然了。工作人员分别给他们戴上脚环，还塞了2条鱼作为离别礼物。大家决定在离救助站比较近的地方进行放生，如果发生意外也比较容易发现。来到合适的位置用力一抛，幼鸟在附近徘徊了片刻后，朝着远方飞去。之前落水的幼鸟爸爸经过救助也恢复了健康，希望他们一家能在野外相聚吧。他准备用100斤橙子捕杀狒狒，手法十分奇特。他这一曲让整个深山的狒狒都崩溃了，他们的表情足以说明一切。猎人先在树下布置了100斤橙子，橙子鲜艳的颜色很快就能引起狒狒的注意。猎人只需埋伏在树上，等狒狒上钩。等了1小时，狒狒没引来，倒先引来了2只猴子。猴子在这里同样泛滥，猎人没有手软，举起吹箭瞄准，一击命中。猴子并不是他的目标，只能继续等待狒狒出现。远处一只狒狒终于发现了橙子，同时也发现了他，不停发出警示。看来还是太小瞧狒狒了，在树上蹲守的方式明显不行。3天后，猎人换了个地方，再次布置了大量橙子。这次猎人学聪明了，在旁边搭了个小木屋，把自己完美隐藏了起来，而且距离猎物更近，更容易击中目标。没过多久，一个狒狒族群发现了这里，这些看起来都是年幼的狒狒。猎人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狒狒头领的出现。很快，狒狒头领走了过来，其他狒狒纷纷躲开。头领看着非常强壮，如果不能一击命中的话，可能会对猎人发起攻击，后果很严重。现在时机成熟，猎人缓缓把吹箭瞄准了他。头领没有任何察觉，还不停地驱赶其他狒狒。头领近在咫尺，就是现在。猎人精准射中他的心脏，但他好像没有太大反应，在木屋前来回徘徊，最后还是没抵挡住橙子的诱惑，继续拿走了一个橙子。就在这时，他开始摇摇晃晃，没走几步就倒下了。不过猎人判断错了，这时一只更强壮的狒狒走了过来，看起来这个才是狒狒头领。他环顾四周，显得很谨慎，橙子对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很快就吃得忘乎所以。这正好给了猎人下手机会，效果立竿见影。这个族群的狒狒都远离了这里。据他观察，当地有3个狒狒族群，他的目标就是猎杀族群的头领，只有把头领干掉，新头领才会带着族群去其他地方生活，可以有效控制狒狒数量。所以猎人继续等待其他族群的出现。过了很长时间，另一个族群的狒狒发现了这里，一只强壮的狒狒头领走了上来，他根本不知道之前发生的一切，吃得津津有味。猎人再次举起了吹箭，现在已经解决了2个族群，只剩下最后一个了。又过了很长时间，第3个族群终于现身，这个身材魁梧的肯定就是首领。中箭后他并没有跑远，而是怒气冲冲地看着木屋，但没撑多长时间也倒下了。到目前为止，
3个狒狒部落首领都干掉了，还顺带干掉了许多小狒狒。相信当地的生态很快就会得到恢复。小伙在大妈的卧室偷偷安了摄像机，正对着床头，拍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每到半夜3点50，大叔的手机都会准时响，妻子明明就在身边，手机里却传来妻子的声音，一直重复说着在不在，听着像是正在通话。查看手机却没有任何通话记录，起初以为手机有问题，赶紧拿去修，结果手机一切正常。你就说怪不怪吧？这诡异现象搞得老两口心神不宁。最怕的人是大妈，之前还做过噩梦，梦里的人说要把她带走，现在联想起来越想越怕，听到自己的声音就会浑身哆嗦，每天靠吃药才能入睡。怕大家不信，大妈提议在卧室装摄像机，整夜拍摄。画面显示3点50手机准时响起，电话那边还是重复一句在不在，依旧没有通话记录。记者也觉得不可思议，感觉不像有人在搞恶作剧。记者查看手机，发现手机上方一直有闹钟的标志，点开一看，设置的时间就是3点50。大叔皱着眉头，一脸无辜，说不记得定过闹钟，就算是闹钟，那也不应该是妻子的声音啊。大家点开闹钟铃声一听，就是半夜响起的声音。简单来说，就是大叔把之前大妈说话的声音录了起来，阴差阳错就设置成了闹钟铃声，一切都是误操作而已。他们在公寓偷偷安装摄像机，正对着窗外的一座坟墓，还真拍到了一个不是人的东西。坟墓是这位爷爷家的祖坟，奇怪的是它周围从不长草，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圆圈，而相邻的坟墓却杂草丛生，这光秃秃的一圈，明显要比周围低了很多。即使有人围着坟墓转圈，至少也得走几千次才能达到这种效果。爷爷现在非常不安，因为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坟头寸草不生称为光头坟，不是好兆头，预示着家族衰败后继无人。他现在就想知道为啥会出现这种现象。大家在对面公寓里架起了摄像机，等到傍晚时分，还真拍到了一个什么东西，不停地围着墓碑转圈，正着转完反着转，仔细一看竟然是一只野鸡。难道这光秃秃的一圈就是他走出来的吗？当把这发现告诉爷爷，爷爷显得有点懵，难不成祖先变成野鸡了？大家让他不要迷信，但爷爷只想知道为什么野鸡只围着自己祖先的墓碑转圈。专家说要找到原因，就得按照野鸡的方式转上那么几圈，接着蹲下来模拟野鸡的视角来观察墓碑。转到侧面时，专家恍然大悟，原来这墓碑侧边是镜面的，能清晰地照出自己，这意味着野鸡也可以从墓碑里看到自己。而且据观察，这只雄性野鸡正处发情期，遇到其他雄性野鸡就会变得非常有攻击性。它应该是把墓碑上的自己当成情敌了，想要与情敌死磕到底，所以才会一直围着墓碑旋转，继而造成了周围光秃秃的一圈。大叔在睡觉，却引来一群人围观，大家笑得合不拢嘴，都在看他的腿。他竟然抬着腿在睡觉，中间没有任何支撑物，左腿就这么笔直的挺着，一动不动。大家觉得他在装睡，可过了1个小时，大叔的腿还抬着，睡得依然香甜，看起来不像是装的。节目组决定做个测验，找来5个人，让他们保持和大叔一样的姿势，看看谁坚持的时间更长。有人还没坚持1分钟，就已经瑟瑟发抖。又过了几分钟，所有人都败下阵来。然而大叔的腿还在悬空，走近一看，人家已经睡着了，甚至还打起了呼噜。大家都替他感到累，然而大叔却说这是自己最舒服的睡姿，不抬腿的话根本睡不着。大叔的妻子都已经见怪不怪了，给他盖上被子，被子都会被撑起一条直线。1夜过去了，掀开被子，大叔的腿还抬着。大家决定整夜拍摄，发现大叔并不会整夜都保持一个睡姿，只不过左腿刚放下，右腿又抬了起来，2条腿就这么交替着。毕竟大叔是家里顶梁柱，妻子非常担心他的健康，带他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还好大叔没啥毛病，医生表示只要觉得舒服，不用刻意改变，平时多运动运动就没啥问题。大叔往鸡蛋里注入自己的体液，40天后竟然制造出了一个诡异生物，甚至还会喷射某种毒液。但从这之后，大叔就突然断更消失了，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大叔是一名俄罗斯炼金术师，现在他想做一个匪夷所思的实验，亲手制造一个生命体，找来1颗未受精的鸡蛋，把自己的体液注射到鸡蛋里，用胶带密封后放进了塑料盒，接着套上帽子用来保温，期间避免光照。40天过后，大叔打开盖子，一股恶臭袭来，鸡蛋里赫然出现一个黑不溜秋的东西。刚想离近点观察，这东西突然动了起来，朝大叔喷射了某种液体，手臂都被灼伤了。大叔吓坏了，一书本就给拍死了。看着血肉模糊的一滩，他怀疑制造出了一个异形。大叔没放弃，决定继续试验，一次性又做了5组进行对比。有了上次教训，他穿上防护服逐个打开，结果所有鸡蛋除了腐败以外，没有出现任何生命体，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之后的一段时间，他又做了很多实验，终于出现了一个看起来很完美的生命体。他把这东西放进水里饲养，头部还长出了一个类似触角的东西。几天后可以看到，这东西变大了很多，敲击玻璃还会做出反应，甚至开始吃肉。肉丁刚放进去就被它吸进了体内。更奇葩的是，在给它喂食的时候竟然有触电的感觉，用万用表一测果然有电。于是大叔给它取名皮卡丘。为了对比观察，大叔又制造出了另一个不同形态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没有嘴巴，完全靠皮肤吸收营养，体型类似海星，
于是给它取名海星。经过几天的喂养，海星竟然长出了眼睛。大叔决定把皮卡丘和海星放在一个容器里，看会发生什么。刚开始他们只是静静地待着，互不干扰，但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发生了。皮卡丘的头部和海星的身体融合在了一起，而且皮卡丘还在不断放电。他怀疑皮卡丘在攻击海星，但过了一天，他们还是这个状态，海星也没有死掉。大叔觉得他们并不是互相攻击，更像是在配对。又过去了几天，两个生命体已经完全融合到了一起，变成了一个全新形态。触碰一下，这东西瞬间会做出反应，最终生命体的形态变成了一个类似大海葵的东西，嘴巴里竟然长出了牙齿。大叔给这个全新的生命体取名叫肖格斯，但发现他不吃肉，只吃胡萝卜。接着又过了几天，肖格斯突然开始吃肉，并且对人类血液味道非常敏感。随着肖格斯一点点长大，他开始不间断吐出一些液体。为了弄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大叔对水质采样检测，先测量 pH 值，显示是一种碱性液体。把液体倒进植物里，植物很快就枯萎了，这说明肖格斯吐出的液体有可能有鱼。这天大叔突发奇想，放进去一条鱼看会发生什么。没想到在鱼接触到肖格斯的一瞬间就死掉了，同时大叔也被电了一下。大叔用棍子刺激肖格斯，在他做出反应的瞬间，电压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肖格斯集合了之前两个生命体的全部特征，会喷射毒液和放电。但谁都没有预料到，这竟然成了大叔发布的最后一期视频，之后就突然消失，没再更新过，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很快有其他博主质疑他造假，还根据他的流程实验了几次，鸡蛋除了逐渐腐烂以外，并没有产生任何生命体。他认为人类 DNA 不可能和鸡的 DNA 融合，这种方法是不可能创造出生命的。你认为大叔制作出来的生命体是真的吗？这里的女人体重不到200斤，根本嫁不出去，瘦子在这里会被嘲笑，只有200斤以上的才能叫美女。村里男人的梦想就是能娶上一个200斤的老婆。采访过程中，男人们还说出了一个流传千年的奇怪习俗，更加震惊了节目组。这4位就是当地的女神，一个比一个胖，追求者也是一个比一个多。他们是准备竞选春花的，竞选春花的标准要超过200斤。他们吃完饭就要称体重，第一位体重210斤，刚刚及格；第二位体重268斤，还不错；第三位体重284斤，很有竞争力。然而现在的春花表示不服，小心翼翼地站上体重计，生怕把体重计踩坏。果然，体重计在显示428斤后直接黑屏。不过呢，她现在的地位还是很稳固的，在这里只有200斤以上的才能叫美女。连这位18岁的少女体重都达到了218斤，因此还交到了男朋友，还说男朋友对自己爱到不行。出于好奇，节目组决定采访村里的男人，结果大家都说自己就喜欢胖的，越胖越爱，无法自拔。还说这种习俗已经传承了1000年，胖老婆能彰显自己的成功，可以到处炫耀。他们这里信奉一句话，老婆要娶胖胖的，生活才会旺旺的。采访过程中，我们还看到了一对夫妻正在秀恩爱，男人在帮妻子抠头皮屑，眼神中流露着对妻子的宠溺。接着我们又去了村里有名的模范夫妻家里，一进门就看到女人在睡觉，丈夫小心翼翼地把妻子叫醒，还贴心地给妻子涂抹爽身粉，防止起痱子。女人说结婚16年，丈夫一直都是这样宠自己，感觉自己就像小公主一样，还说自己结婚前瘦瘦巴巴的，一点都不好看。啥也别说了，直接上秤吧，294斤，果然是标准的美女身材。工作人员想要挑战下，把300斤的小公主背起来，是种什么体验？结果呢，差点骨折。女人又向节目组展示了自己的衣服，看着异常肥大，女人却说这是为了凸显身材的紧身裤。接着呢，还穿了起来，看得出来确实很凸显身材。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吃饭、睡觉、看电视，最常说的话就是饭做好了吗？丈夫听到就赶紧去做饭，说娶个老婆不容易，关键呢还娶了个这么漂亮的，自己的老婆肯定要自己疼。女人拍着快饿扁的肚子，焦急地等待着。终于丈夫端来了饭菜，直接端到了妻子面前，赶紧给妻子盛了一盆。妻子接过米饭，大口开造，不一会儿一盆米饭就见了底，酒足饭饱，拍拍小肚腩，赶紧补个午觉。洗碗这种小事肯定是老公的，妻子只负责胖就行了。女人还告诉节目组自己保持身材的秘诀，那就是要多吃米饭，因为米饭属于碳水化合物，可以很好的维持我们的身材。然后呢，就是吃完就睡。为了方便妻子出行，丈夫还贴心的打到了专属座位，妻子艰难的爬上座位，没成想油门踩到底，车子呢却一动不动。丈夫把车推到平坦的路面，车子才勉强走了起来。在路上，老公洋洋得意，一直在炫耀自己的老婆。可以看到，村里像他这样的改装摩托还有很多，一般呢都说明家里有个200斤以上的老婆，这是身份的象征，比开宝马奔驰有面子。豪华一点的还会安装个遮阳顶。节目组不禁感慨，难道村里就没有一个瘦子吗？随后在村里找了半天，终于看到一个很瘦的女孩。女孩呢显得很不自信，一打听才知道至今没交过男朋友，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大龄剩女。一旁的父亲都愁坏了，说只要嫁出去，不要彩礼，陪嫁100万。即使这样，仍然没有人上门，为此他感到很自卑，可偏偏自己怎么吃都吃不胖，为此呢还差点得抑郁症。节目组当场做起了媒人，要给
给女孩介绍对象，把街边的一个流浪汉拉了过来。流浪汉看到女孩后连连摇头，说自己的理想型是胖胖的，说完直接转身就走了。更让女孩心里不平衡的是，自己的闺蜜却是个标准的美女，追求者众多。这不，闺蜜刚回家，家门口就出现了3个追求者，其中一个已经追了2年。他们在门口蹲守半天，只为看闺蜜一眼。舔狗们和男孩们一直到深夜才离开，还说明天再来。看得出来，闺蜜也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所以美的标准从来都不是唯一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自己喜欢最重要。她是吴亦凡最怕见到的女人，因为她最喜欢2盒牙签，一堆一次性筷子，躺在床上吃，逛街也吃，她甚至连扇子都想尝一尝。好，但是要说牙口好，下面这个男人表示不服。他拿起酒杯，嘎嘣一口，直接咬下一块，接着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周围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在丹东，一个普通的早晨，妻子在炒菜，丈夫在洗餐前甜点，然而里面全是玻璃碴子，洗干净后上面撒上白糖，他接着就吃了起来。妻子想劝阻，但是无济于事，玻璃碴子能好吃吗？这个嚼一口非常香啊。节目组检查了一下他的牙，除了有点参差不齐外，没别的毛病。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要吃玻璃？大叔说这个要从20年前说起。20年前他是一个销售，刚和客户签了一个大合同，由于自己不能喝酒，被客户一番羞辱，说他不爷们儿。为了证明自己，他拿起酒杯嘎嘣嘎嘣的吃了。从那以后，他就爱上了玻璃的味道。他会在玻璃店找各种边角料，不同厚度的玻璃，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挑选完毕，带着他的美味甜点回家了。回家后会根据口味对他们进行分类。他说医院的吊瓶最好吃，酥脆有嚼劲，口感极佳。耳灯泡吃起来就差一点，但也很爽口。那么他一天要吃多少玻璃碴子呢？2个啤酒杯。按照节目流程，他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还在医生面前表演吃玻璃。医生也是大为震惊，但是检查结果却显示他很健康，医生也觉得不可思议，最后还是建议不要继续吃了，以后可能会出现梗阻的情况。最后大叔也表示以后就不吃玻璃了，以后改成吃牙签。下面这个大叔看了上面2位之后，连说服了服了，你们都是铁齿铜牙，我只能吃点软的了。只见他抓起一只泥鳅，不假思索直接吞了下去，一只不过瘾，他接着又吞了一只泥鳅。贝爷见了都直呼内行，他说生吃的味道好极了，秋秋谈谈还能拉丝。随后他把泥鳅都装到了瓶子里，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吃，那叫一个幸福。吃饭的时候也要先吃泥鳅开胃，母亲很担心他，但他却并不在意，继续吃着心爱的泥鳅。那他为什么要生吃泥鳅呢？原来大叔曾经有胃炎，为此还做过5次手术。为了疗养身体，他吃了很多的中草药，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然而有一天，桌子上的泥鳅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之前在书中看到过泥鳅有缓解胃痛的功效，于是他尝试生吞泥鳅，结果胃痛确实好了不少，于是一发不可收拾。他对于泥鳅的选择也是很苛刻的，他只吃野生的泥鳅，拿着铁锹来到稻田就开始挖泥鳅，不一会儿就挖到了一盆的泥鳅，稍微清洗一下，抓起来就送进了嘴里，那是干净又卫生啊，兄弟们。朋友想做一道泥鳅豆腐汤，他却觉得根本就是浪费时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生吃才是最好的。按照节目流程，他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一番检查下来，他的身体状况很好，但是医生还是不建议生吃，因为有感染寄生虫的风险，如果非要吃的话，建议只能中午吃。最后大叔也表示，为了身体健康，以后会尽量少吃的。好了，我是岳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这个村的老人每天不吃饭，也要来村口的池塘边蹲着，全都神色紧张地盯着池塘。有人还不停数着什么，因为最近村里发生了离奇失踪案，村口池塘里的金鱼神秘消失了，之前有50多只，现在只剩20多只了。幸存的金鱼也变得焦躁不安，老人们把这些金鱼视为村里吉祥物，现在吉祥物没了，他们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吉祥。村长召集全村人商议对策，必须要找到罪魁祸首，但现场没留下任何痕迹，找了半天才在一个角落发现了一些鱼鳞，有人认为是黑头灌干的，之前就在池塘附近看到过它，还有人觉得是水獭或者海狸鼠，甚至还有说是水怪的，一定就藏在水下，建议把水抽干，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祟。大家越说越离谱，村长看不下去了，冷静分析了一番，认为凶手可能是通过沟渠进入池塘的。池塘边的围栏还发现了脚印，但看不出来是什么动物，安个监控看看吧。村长决定熬夜蹲守，也不知道这东西啥时候来。村长边吃边等，一直等到了凌晨3点，终于村长睡着了。但就在这时，池塘边上也有了动静，草丛中出现一个白色光点，只见他快速穿过围栏来到池塘，很快抓到了一条鱼。你觉得这玩意到底是个啥呢？在这里娶老婆主要靠抢，当街看上不认识的女孩，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抢回家做老婆。女孩父母知道后，不但不报警，反而会热情招待绑匪。只因这里有个奇葩的习俗，这个男孩马上就要结婚了，万事俱备，就缺新娘了。现在只需要去街上抢一个女孩回来就行了。新郎说和这个要抢的女孩仅见过几次，第一次见面就爱上了她，于是就开始策划绑架细节。已经策划了1个月，临出发时，新郎的长辈还叮嘱千万别让她跑了，
抢人尽量小心一点，别弄得青一块紫一块的。随后他们来到女孩家附近，先联系上了女孩的闺蜜，让闺蜜叫上女孩去打水，帮他们把女孩引出来。他们紧随其后，伺机而动。街边的大妈早已看破一切，但什么都没说，好像已经习惯了。很快，女孩和闺蜜提着水桶出了门。女孩显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闺蜜出卖。新郎的朋友紧随其后，见时机成熟，朋友示意司机跟上来，时刻准备着。男孩们装成路人慢慢靠近，趁女孩不注意，直接下手架了起来，接着硬生生把女孩塞进车里。节目组大为震惊，这跟真实的绑架没有一点区别。女孩声嘶力竭地叫着妈妈妈妈，但周围邻居却只顾着看热闹，脸上还笑嘻嘻的。面对一群陌生男人，女孩惊恐万分，奋力反抗，但无论怎么挣扎都显得那么无力。男孩们笑着安慰女孩，说早晚都得结婚，和谁结不是结呀？这个穿白衬衫的就是新郎，他一言不发，内心早已乐开了花。回到新郎家就看到新郎的亲朋好友早已到场，大家一片欢声笑语，都在等待新娘下车。女孩死死把住车门，但还是被男人们狠狠拖下了车，像拖一件货物一样，看着无比绝望。拖进婚房后，男人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剩下的就交给新郎的七大姑八大姨了。女性长辈的任务是说服女孩同意结婚，他们把女孩团团围住，轮番规劝，给女孩画饼说以后会幸福的，说着还强行给女孩戴上头巾，这意味着女孩即将变成已婚妇女。女孩一心只想回家，哭声里充满了绝望。长辈们也不着急，说服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会把女孩一直软禁在这里，直到同意结婚为止。几个小时后，女孩稍微平静了一些，还接受了长辈们给的食物，看起来已经妥协了。接下来就要去搞定女孩父母，男方带上一只羊作为彩礼，出发去了女孩家。大概的流程是，来到女孩家就先道歉，对不起，我们绑架了你的女儿，现在马上就要结婚了，所以来给你说一声。他们在门外等了好久，女孩父亲终于开了门，显然已经知道了怎么回事，表情看起来很平静，不仅收下了礼物，甚至还热情款待了他们。女孩妈妈说，虽然感觉失去了一些东西，但还是很开心的，相当于自己多了一个儿子，还说自己就是被女孩父亲绑来的。看得出来，这里的人都已经接受了这种抢亲传统，认为这种抢亲是很神圣的。最后为了孩子们的幸福，两家人举杯庆祝。从第二天开始，女孩就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忙前忙后照顾男方一大家子。记者看得很迷惑，感觉像是男方家里新来了一个保姆一样，但新娘并没有任何埋怨，已经默默接受了这一切。在吉尔吉斯斯坦，绑架新娘是一种传统的结婚方式，这里将近一半的妻子都是抢来的，但其实也发生过很多女孩因为绑架后自杀的情况。当地也有很多人抗议这种陋习，但无济于事，女孩们完全没有选择权。不知道这是不是女孩的悲哀。这个公寓的住户凌晨4点必须起床，然后捂着耳朵站在墙角，也并不是他们想起床，而是被一个怪声吵醒的。每到凌晨4点，整个公寓就会传来敲门声，有时声音又像小孩在楼顶玩玻璃球的声音。物业也试图找到声音来源，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但声音仍然存在，现在反而变本加厉，什么奇怪的声音都会出现。公寓住户都被搞得精神崩溃，这个大妈就受不了了，长期折磨让她患上了神经衰弱，现在只能在外面租房住。大家偷偷安装了监控，想看看到底有多夸张。一到凌晨4点，震耳欲聋的声音把摄像小哥都吓一跳，噪音高达90分贝。要知道地铁站的噪音才81分贝而已。大家发现用铁锤敲打瓷砖的声音和这怪声很像，怀疑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到底是什么人会一直制造这种声音呢？犯罪心理学家表示，半夜发出这种声音能影响人们的生活，这可以让他内心得到莫大的满足。这种人就是心理变态。大家决定找到这个罪魁祸首，准备了10多台监控，蹲守在大楼各个角落。结果几天下来，这怪声突然神秘消失了。大家猜测这个制造噪音的人已经害怕了，其实没必要再调查了。1个月后，节目组回访，物业表示自从节目组开始调查后，声音就没再出现过。这下大家都能安心睡觉了。这只700多斤的鳄鱼天生兔唇，嘴巴还长了个肿瘤，疼得合不拢嘴，直到切下来才发现情况比想象的还严重。起初医生猜测应该属于口腔囊肿之类的，属于一种良性肿瘤，直接切除即可，固定住鳄鱼嘴巴，对患处进行局部麻醉。等麻药起效后，医生用手术刀开始切割，刚划开一个口子，鳄鱼就挣脱了起来。医生赶紧又补了一针麻醉，手术继续，很快就割下来一大坨增生组织，对它进行解剖，却发现了异常，这东西硬得跟土豆一样，怀疑它属于口腔囊肿里的根尖囊肿。一般情况下是由于牙髓组织发生感染坏死，牙根受到慢性刺激，导致纤维组织增生，慢慢发展成了根尖囊肿。看它的大小，病变应该比较严重，可能已经坏到牙槽骨，估计要连根拔起了。大家商议片刻，确定了手术方案，继续切除残留的组织。这时就要使用激光手术刀，可以减少出血量。现场也飘来了烧烤的味道。现在牙槽骨已经完全暴露，看起来就很不正常，必须要拔牙了。
不然会影响到相邻的牙齿。医生拿出了铁锤和改锥，直接对着牙槽骨开凿。一番努力下，总算把牙敲了下来，留下了一个大洞。接着用消毒液反复冲洗内部，来点抗生素或者消炎药就可以了。经过这一系列操作，以后就不会再长囊肿了。随后拆下固定工具，静静等鳄鱼恢复意识。鳄鱼好像知道了怎么回事，没有攻击任何人，慢悠悠地爬进了水里。几天后，鳄鱼恢复得很好，嘴巴已经可以完全闭合，食欲大增，甚至对饲养员都蠢蠢欲动。一群男人在尼姑庵偷偷安了监控，正对着寺院里的一座荒废电梯，男人还趴在电梯口左看右看。这群人并不是变态，只是这电梯有点怪。晚上等师太们睡着后，寺院里的电梯就会传来怪声。师太说这怪声是1个月前开始的，接着拿出了自己录到的声音。这声音像是有什么活物在叫，但他又不敢肯定是什么。说来也是奇怪，师太每次打坐念经的时候，声音就会立马停止。这东西好像很害怕念经，关键这是佛门禁闭，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东西？师太心里还是有点怕呀。每晚都会安排人念经到天亮，这东西胆子也是越来越大。有次师太吹口哨，他竟然还回应了起来。关键这电梯已经荒废7年了，内部都是积水，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在这种环境下存活1个月呢？大家决定把相机伸到下面一探究竟，结果左看右看，除了一潭死水和一些电器设备外，里面啥都没有。接着又把相机伸到水下，还是一无所获。师太想用吹口哨的方式来召唤他，这次未能如愿，下面没有任何回应，还是静悄悄的。那现在咋办呢？大家决定拆电梯，接着又把水抽干了。摄像小哥壮着胆子爬了下去，环顾四周没发现任何活物，真是见了鬼了。就在大家快要放弃的时候，一只树蛙跳了出来，难道一直发出怪声的就是它？专家把录到的声音和树蛙的声音做了对比，确认这怪声就是树蛙发出来的。之所以叫声和平时有区别，是因为电梯里的这只正处罚刑期，所以刚开始才没听出来。师太终于松了一口气，你别说，现在看起来这小东西还蛮可爱的，那就留在寺院念经吧。大爷每天用3轮车拉着一瓶可乐，去哪都带着，说可乐能保命，生病了可以不吃药，但不能不喝可乐。困了可乐来1瓶，干活累了来1瓶，就这样每天6瓶，喝了20年，足足喝掉了43800瓶。最急的人是奶奶，怕他喝死了，爷爷一句无所屌味，转身又炫了1瓶1.5升的汽水，喝完再满意的打个嗝，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刻。现在可乐还被他研究出了新喝法，在米饭里倒上半碗可乐，搅拌一下做成了可乐汤饭，连汤带水一口闷，夏天来这么一口，别提多清爽了。大爷说自己爱上可乐，都是因为20年前的一件事。他曾经嗜酒如命，有天喝到胃痛，随手拿起可乐喝了几口，胃里一下就不痛了，也不知怎么的就上瘾了，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即使喝到牙都掉光了，也无所屌味。奶奶想带他去补牙，大爷却觉得浪费钱，有那钱买可乐不香吗？可乐在手精神抖擞，根本不用去医院。最后他还是被大家带去了医院，医生说他大部分牙都坏掉了，基本上没啥用了。随着检查的深入，您猜怎么着？大爷除了牙有问题，身体其他方面都很好，也没有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但医生还是建议他减少用量。大爷轻蔑一笑，转身就走出了医院，说可乐是自己的快乐水，现在年纪大了，快乐不了几年了，该吃吃该喝喝，这都无所屌味。说完接着炫了1瓶回家了。你因为智齿疼得睡不着，来医院才发现这颗智齿竟然是横着长的，并且完全埋在了牙龈里，外观上根本看不出来，直到切开牙龈才知道这颗智齿有多可怕。不过不用担心，现在就给你拔掉。医生在你脸上蒙上块布，只露出嘴巴，接着在智齿周围不同部位打3次麻药，稍微会有点刺痛感，但很快你就没有任何感觉了。接着给周围消毒。根据智齿生长角度切开牙龈，因为麻药已经生效，基本不会感到痛。如果这时你感觉疼痛难忍，一定要举手示意。医生用镊子掀开牙龈，就看到了埋伏的智齿，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智齿大部分还镶嵌在牙槽骨中。这时要用球钻削一点牙槽骨，通俗点讲，就是用电钻钻你的骨头。这时你感觉不到疼痛，但能听到电钻声，还能感受到电钻的震动，整个头都嗡嗡的。即使这样，也不能直接把智齿拔出，医生还要切开牙冠和牙根，把智齿一分为2，所以又需要用到钻头。现在看来，切开的牙冠部分还是无法直接取出，还得竖着再切一次。这样就很轻松地把牙冠部分取出来了。现在只剩下牙根了，由于埋得太深，还要再削一点牙槽骨。现在用杠杆原理，一点点往外撬，
很快牙根就被撬了出来。现在你的下巴可能很酸，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快结束了。由于创口比较大，最后需要给你缝合牙龈。就这样打个漂亮的结，剪掉多余线头，就结束了战斗。为了让牙龈尽快愈合，你需要咬住一块纱布，保持2个小时，1周之后来拆线。期间不可以喝酒抽烟，避免激烈运动，拔掉智齿。你有没有觉得轻松了很多？你因为不好好刷牙，年纪轻轻就坏掉一颗，为了能啃骨头，即将要花2万块钱在嘴里种一颗。整个种牙过程需要持续半年左右。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的种牙血泪史。这个就是你的牙槽骨，这些大大小小的钻头都是用来在牙槽骨打孔的。刚开始钻孔要选择8毫米的小钻头，为了穿透坚硬的牙槽骨，医生调高了钻头速度。一切准备就绪，钻孔就开始了。现在要逐渐换成更粗的钻头，扩大孔洞。用粗钻头转速一定要慢，否则会导致摩擦生热，烧毁骨细胞。过程中钻头还会一直喷出生理盐水，就是为了降温。现在使用螺丝纹钻头，将孔的上端继续拓宽，这是为了让孔洞和种植体完美契合。随后，医生取来像螺丝一样的种植体，开始种植的时候要尽量调低转速，慢慢推进去，才不会使接触面骨细胞损坏。接着还需要使用扭力扳手把种植体拧紧。现在要将愈合基台连接到种植体上。等缝合好牙龈，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时牙槽骨中的种植体会和周围的骨细胞慢慢融合，这个过程叫做骨结合，最短需要2到3个月，最长6个月左右。经过了几个月，牙槽骨和种植体已经充分结合，就可以把临时愈合基台取下，然后安装上永久愈合基台。现在需要安装人工牙冠，人工牙冠中间的洞是为了以后修理种植牙的时候方便拧开里面的螺丝，但现在要先用树脂填充，接着用灯照射固化。到这里你的牙就种好了，看起来和真牙一模一样。现在就可以去啃骨头了，一定要记得好好刷牙。用黄金来补牙是种怎样的体验？看到最后，我承认我羡慕了。等你躺平后，医生先用金刚石钻头去除腐质，腐质也就是蛀牙上的黑色物质。为了将腐质去除干净，需要在几处做好标记，沿着标记保持垂直，一点点去除。过程中可能会有一点酸胀感，不过是可以忍受的。去除蛀牙的洞称为窝洞，现在要把窝洞内部打磨圆滑，方便后续安装填充材料。接着吹干窝洞内的水分，你这颗牙坏得很深，内部还有残留的腐质。医生换上小钻头继续去除，腐质已经靠近了牙神经，过程中要尽量小心。再次吹干牙齿内部，现在腐质已经清理完毕，接着就进入了修复环节，先涂抹上一层粘合剂。然后用灯持续照射，让胶水迅速固化，随后塞入树脂材料，再次用紫外线灯照射。等树脂固化后，还要用钻头轻轻打磨窝洞的边缘部分，使其变得光滑，这样才能使马上要安装的嵌体紧密贴合，不易脱落。接下来就要印模了，为牙齿量身定做黄金嵌体。先在窝洞里填充印模材料，对材料吹气，以便填充均匀。用力按压后，等印模材料变硬，就可以根据印模制作黄金嵌体。等嵌体制作完成后，医生会再次涂上粘合剂，接着给你安装金灿灿的黄金嵌体。把多余的粘合剂擦干净，等它固化后，黄金嵌体就牢牢粘在了你的牙齿上，这样你又可以啃骨头了。好了，做完了，醒醒吧！你不小心磕掉了半颗门牙，说话一直漏风，天天被人嘲笑。你决定去做个修复，医生也没有让你失望，最后的修复效果足以让他们闭上臭嘴。不幸中的万幸，磕掉的部位并没有伤到牙根，如果非常严重的话，那就需要先做根管治疗。但像你这种情况，直接进行光固化树脂补牙即可。先在表面涂一层酸蚀剂，让表面变得更加粗糙一些，冲洗吹干后，涂上粘合剂，进行光照固化。接着医生取来石膏模型，制作诊断蜡型，然后系统的补牙操作就开始了。
大家记住，如果牙齿不小心磕断了，第一时间保存好磕断的部分，赶快去找牙医进行修补，效果会更好。补完之后呢，医生会用车针进行表面的打磨处理，最后再对牙齿进行抛光，牙齿表面就会变得更加光滑，看上去形态也比较美观。最后取出排龈线，就大功告成了。不过以后不能啃太硬的东西，稍有不注意就有可能导致脱落。他考试交白卷，反而得到了校长的表扬，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给他戴了朵大红花。原因是他成了学校唯一一个看出老师出错题目的学生。台上的阿芳一脸懵，交白卷其实是自己看不懂而已，谁都想不到他开挂的人生从此开始了。课上不小心打翻了墨水，他赶紧用衣服擦，却意外擦出了一幅意境深远的山水画，得到了绘画大赛的第1名，顺便还收获了一群小迷妹，时刻被幸运女神眷顾着，让他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本以为长大后运气就会改变，谁知好运反而变本加厉，随手买张彩票都能中大奖，吃个饭就成了店里第9999名顾客，莫名其妙得到了全年免费卡。阿芳不想就这样安逸的过一辈子，跑去做了房产销售。可第一天上班，找他买房的人排队都排到了公司大门口，下班随便伸手，立马就来了几辆出租车，都抢着要拉他。他彻底受够了这种开挂般的生活，感觉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指着老天一顿臭骂。突然间电闪雷鸣，一个雷针就劈了下来，雷结果劈死了正在逃跑的小偷，他含泪获得了良好市民奖。阿芳非常想体验失败的快感，可天不遂人愿，生无可恋的阿芳决定出家。就在剃发前，方丈出现了，只见方丈大手一挥，他便灵魂出窍，意识开始模糊。等阿芳清醒过来，发现一切都变了，打斗地主从来就没赢过，无论跟谁打牌都被对方吊打，就连一旁的小学生都嘲笑他是个弱鸡，他却兴奋得不得了，终于体验到了失败的快感。这个大爷30年吃了40万颗糖，这绝对是你见过最爱吃糖的大爷。只见他夹起一片泡菜，两面都蘸上白糖，接着塞进了嘴里，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一勺白糖，就连吃炸酱面他都要加入1包白糖，搅拌搅拌就开始享用美食了。这种神仙吃法震撼周围人一整年。他见人第一件事就是分享糖果，这是他认为最热情的方式。他嘴里随时随地都含着糖果，一天就要吃60颗糖，口袋里也装满了糖，除了睡觉基本上都在吃糖。又到饭点了，大爷打开糖罐子，把满满1勺白糖加在米饭里，做了个白糖拌饭，这个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吃米饭的。然而接下来的操作就比较奇葩了，他夹起一片泡菜，蘸上一点白糖，接着就送进了嘴里。这还没完，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1勺白糖，这个我就接受不了了。饭后大爷还得来一杯糖水消消食，然后1勺、2勺、8勺，他一共加了9勺白糖，倒上一点点水，搅拌一下，一饮而尽。就这种喝法，他每天都要喝5杯，算下来1周就要吃掉6斤白糖，还有400块糖果，这属实已经在人体承受范围之外了。这样吃糖牙齿能受得了吗？大爷轻蔑一笑，说开什么玩笑，我没有牙，我10年前就用上假牙了，反正不是自己的牙，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嘿嘿。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糖的？原来30年前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不得不戒掉了烟酒，于是找到了糖果作为替代品。好消息是他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坏消息是他得了不吃糖就难受的病。说起来也是搞笑，大爷虽然吃了大量的糖，但得糖尿病的却是他从不吃糖的妻子。大爷每天都会锻炼1小时，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好，但是他真的健康吗？节目组带他来到医院，一番检查过后，医生说虽然你暂时没有糖尿病，但是你有高血压，还是建议赶快戒掉糖，这样才能保持健康。最后大爷表示，为了健康自己会尽量少吃糖的。老爷子这种情况算比较好的了，下面这个男人就比较严重了。这个男人从出生就喝可乐，33年滴水未进。只见他打开一瓶1.5升的汽水，不到5秒钟瓶子就见了底。吃饭的时候他先倒上了3碗不同颜色的汽水，这几碗汽水就是他的主食，那一点点米饭只是他的配菜而已。吃一口米饭就要喝1碗汽水，他一天要喝3瓶1.5升的汽水，已经连续喝了33年，瓶子连起来都可以绕操场30多圈。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升的体重。不仅如此，他的牙齿也被汽水腐蚀坏了，还得了关节炎，为此他不得不每天吃药，一把药物塞进嘴里。接着就奇葩了，他竟然用汽水送服，他为什么不喝水呢？他却说听到这种回答，节目组觉得很搞笑，怎么可能呢？每个人都可以喝水啊。为了解答疑惑，他决定现场演示，一口矿泉水下肚，紧接着
而且他头上也渗出了汗珠，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不能喝水。他说只要喝水肚子就会痛，真是奇了怪了。原来他小时候得过一场重病，做完手术后，母亲给他准备了很多食物，但他自己什么都吃不下，只能喝一点汽水。从那以后就开始喝汽水了。母亲起初对儿子很心疼，于是放任他不停地喝汽水，没想到最后却沉迷于汽水，无法自拔了。接下来按照惯例，他被带到医院做检查，首先确定的是他的牙齿都成了蛀牙，需要尽快治疗。在经过各项检查后，医生说他现在的骨骼年龄已经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了，而且他的关节问题更严重，有些关节已经粘在了一起。医生建议他必须停止喝汽水。至于他为什么喝水就会肚子疼，心理医生认为可能是小时候的手术或者当时服用的药物引起了一些副作用，但更多的还是心理作用。几天后，节目组做了个回访，发现他家里已经看不到汽水的踪迹了。他说自己已经把汽水都扔掉了，现在每天都吃蔬菜，用新鲜果汁代替了汽水，希望可以赶快恢复健康。仔细看，他家卧室的墙上居然会不停地出血，即使擦干后还是会有红色液体不停地渗出来，而且只有靠着床的这面墙会出现这种现象。把渗出部位打开后，可以看到红色液体是从墙体内部渗出来的，内部还填充了保温材料。主人说这种情况是2周前开始出现的，那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墙壁出现一个硬币大小的红色斑点，他怀疑是身上的伤口印上去的，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受伤，这就很奇怪了。他也没太在意，继续上班。下班后，他发现红色斑点越来越多，用刀子把墙纸割开后，里面就开始渗出红色液体，这多少有点恐怖了，该不会里面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随后节目组在渗漏处贴上纸巾，用摄像机全程记录，没一会儿干净的纸巾上就出现了红色液体，会不会有猫咪之类的卡在了里面？但主人说应该不会，墙里面没有任何空间，墙体厚度也就10多公分，为了保暖，他们还填充了保温泡沫。更蹊跷的是，随着红色液体的出现，他父亲的身体变得很差，自己也发生了一些怪事。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节目组找到了专业的装修师傅，师傅也觉得很奇怪，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于是他决定上门一探究竟。一番检查下来，师傅决定揭开墙纸，瞬间一大片红色印记出现，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师傅看着红色液体陷入沉思，经过漫长的等待后，他终于讲话了。 벽에 코팅을 해주는 본드제 역할을 해주는 습기 차거나 시간이 오래될수록 색깔이 더 빨개져요. 至于墙壁里为什么会出现水分，是因为3个月前外墙被拆除了一层，无法阻挡冷空气，导致墙壁凝结了很多水珠。至此真相大白，一切都是虚惊一场。好的。同样遭遇灵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位大叔，他每次开车来到这个路口，后备箱就会不受控制的自动打开，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上车一样。这不，大哥拉着节目组刚来到这里，后面突然就传来声音，后备箱又自动打开了。 即便手动关闭，他还是会当着大家的面自动打开，完全不给面子。但是除了这个路口以外，车子都是正常的，后备箱也不会自动打开，而且其他经过这个路口的车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只有大哥的车会这样。即使在白天，只要经过这里，后备箱就会无缘无故的打开。大哥怀疑这个路口之前出过事故，有一些脏东西看上了自己的车。大哥越说越害怕，于是和节目组约定白天再研究。第二天，工作人员直接钻进了后备箱，拿着摄像机想要记录一下后备箱是如何自动打开的。一切准备就位，大哥开着车 就来到这个路口，录像显示后备箱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又自动打开了，摄像小哥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那现在只能使用排除法了。开车来到路边的汽修店，师傅仔细检查了后备箱的机械锁，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那会不会是这个车型的设计缺陷呢？节目组又找来了同款车型，开车来到这个路口，一切正常，后备箱没有任何反应。没办法，最后节目组找到了 4S 店，师傅对车辆检查后发现，车辆之前安装了后备箱遥控锁，问题可能就出在遥控锁上。师傅说，如果路口附近的设备 频率和你遥控钥匙频率一样的话，等你开车经过，就会出现后备箱被打开的情况。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附近具有相同频率的设备，随后发现相同频率的信号就是从路口的商店传出来的，而这个设备正是商店的感应门铃。节目组拿着设备想要测试一下，结果却并不能打开后备箱。原来只有相同的频率也不行，还需要频率的密码和车辆遥控器密码一样才可以。也就是说，这个路口肯定存在一个频率和密码都和车辆遥控器一样的设备，所以每次经过这里，后备箱就会自动被打开。至此 真相大白，大哥决定更换遥控器密码，以后就可以安心的经过路口了。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他拿着一片白菜叶，对着洗洁精连按了3次，然后把挤出来的洗洁精小心翼翼地包在白菜叶里，直接塞进了嘴里。节目组的人都看呆了，但这只是他的开胃菜而已。随后他又挤出来1勺洗洁精，他又要干什么？只见他把1勺洗洁精都加入鱼汤里，搅拌搅拌，那小味滋一下就上来了，直接开灶。这个吃完真的能吐泡泡啊！节目组想尝试一下，然后就一位科尔打进贝拉万斯。
所以她为什么要吃洗洁精？奶奶说她不能吃肉之类的高脂肪食物，如果要吃的话，就必须先吃洗洁精，清洁一下油脂。我是服了，这都是什么脑血栓想法啊？不过话说回来，吃洗洁精对她的身体真的没伤害吗？洗洁精厂家表示，如果误食洗洁精的话，轻则住院，重则开席，连肖恩都救不了你。这时，奶奶缓缓说出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奶奶年轻的时候工作繁忙，得了胃病，根本没时间去医院。偶然间，她不小心吃下了洗洁精，没想到啊，竟然缓解了胃部疼痛，于是就开始一直吃洗洁精了。接下来正常流程，她被节目组带到医院做检查。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医生表情凝重，由于长期吃洗洁精，她的肠胃功能已经受到了严重损伤，医生建议必须停止吃洗洁精。奶奶听后表情也凝重起来，那我以后还怎么吃肉啊？医生说可以通过药物来缓解症状。随后奶奶从药店买了药，信誓旦旦的保证说以后不会再吃洗洁精了。2周后，节目组去奶奶家做回访，想看看她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万万没想到，奶奶真的恢复了吃洗洁精。没办法，节目组又给奶奶进行了一番科普，让她用药代替洗洁精。1个月后，节目组再次回访，这次奶奶露出了笑容，说她现在已经习惯吃药了，不再吃洗洁精了。为了庆祝奶奶戒掉洗洁精，节目组准备了一份炸鸡，现在她可以放心的吃肉了。话说，这位奶奶年龄小，不懂事，乱吃也就算了，但是下面这位81岁的奶奶就过分了。81岁的奶奶把眼药膏挤在勺子上，先喝口温水，然后就把眼药膏送进了嘴里，随后又取出假牙，牙槽里也要挤上满满一条，完事再戴起来。奶奶说这种感觉非常 gay， 她是不是对眼药膏有什么误解啊？看了这种奇葩操作后，节目组好奇的问她，你拿眼药膏还会做什么？奶奶说，眼药膏嘛，除了不用在眼睛上，哪里都能用啊，比如脖子酸痛了就可以抹上一点，活血化瘀，疏通经脉，而且脚上也可以用，治脚气一绝，今天涂明天好。不仅如此，眼药膏在手，奶奶都不需要唇膏和护手霜，实在是居家旅行必备良药。她这样使用眼药膏已经10年了。节目组问她吃眼药膏是种什么体验，她说入口绵柔，回味甘甜，总结来说就是不好吃。又到饭点了，奶奶把眼药膏挤在假牙上，她说这样的话就可以啃得动骨头，不然连米饭都咬不动。奶奶吃着吃着又开始吃眼药膏了，她孙子的表情可以说明一切。她说眼药膏可以帮助她消化，原来她一直都有肠胃消化方面的问题，也吃过一些健胃消食片，但是有严重的副作用。有一天她突发奇想尝了一下眼药膏，结果感觉非常 gay， 于是就这样一直吃了起来。家人都很担心奶奶的身体健康，都劝她不要再吃眼药膏了，否则只能等吃席了。奶奶却说，你们试试嘛，真的管用。最后没办法，奶奶被家人带到医院做检查。一番检查下来，医生明确说道，眼药膏不是万能的，不仅不能帮助她，我们还发现眼药膏引发了食道炎，所以必须停止吃眼药膏。听到这些后，老太太终于决定不会再吃眼药膏了。要说吃眼药膏比较奇葩的话，下面这个奶奶表示不服。70岁的奶奶打开一罐可乐，一口气全部喝掉，然后满意的打个嗝，这是她最享受的时刻。她说可乐是她的灵丹妙药，生病的时候喝可乐，织毛衣的时候腰酸背痛喝可乐，唱歌唱累了也会喝可乐。采访人员说，最近一直熬夜剪片子，感觉很累。奶奶却说，那赶紧整一瓶可乐呀，困了累了喝可乐嘛。她家里到处都塞满了可乐，像这样的罐装可乐，她每天都要喝10罐。40年里，她喝了15罐可乐，这相当于一个游泳池的量。她太爱喝可乐了，即使不吃饭也要喝可乐，喝完可乐横扫饥饿，然后满意的打上一个嗝。但是他也是有原则的，那就是只喝常温可乐。他在被子里摸索了一下，就掏出了一罐可乐，说自己喜欢打嗝，只有常温可乐可以使自己打嗝，所以他的可乐从来不放冰箱里。节目组想测试一下，是不是冰可乐真的不会打嗝。奶奶也很配合，一口气干了冰可乐。喝完后，奶奶连连摇头，说这感觉不对。然后奶奶又喝了一罐常温可乐，然后那么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可乐的？原来40年前，丈夫和2个孩子意外去世，这对她打击很大。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是可乐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安慰。喝了40年的可乐，那么她身体状况还好吗？她被节目组带到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医生发现她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很多溃疡面都是反复发作。听到诊断结果后，奶奶不禁担忧起来。医生说不用过分担心，只要积极接受治疗，戒掉可乐就会慢慢康复的。最后，她和节目组拉钩保证，以后会慢慢戒掉可乐的。那就祝她早日康复吧。好了，我是岳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他家天花板上出现了一个诡异的洞，洞口会流出黄色液体，还经常传来奇怪的声音，洞的数量不断增加，第二天就多出来好几个，有大有小，形状各异。用内窥镜往洞里一看，却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秘密。刚开始呢，他还以为是蟑螂，丈夫拿着杀虫剂一阵猛喷，再仔细一看，才发现是个洞。天花板上怎么会有洞呢？吓得他赶紧去找物业。物业说30年来从未听说过这种事情，也没有别的住户反映过。物业表示他们管不了，主人现在很害怕，找来节目组。节目组猜测呢，可能是孩
孩子拿玩具捅破的，但孩子说不是自己。现在谁还玩玩具啊？都是看手机。想想也是，就算用筷子也不能戳破天花板。随后拿内窥镜伸到里面一看，竟然发现了一坨毛发，还有很多墙纸碎片。主人还说，天花板经常传来奇怪的声音，有时咯吱咯吱的，有时呢又像玻璃球掉在了地上。难道天花板有什么生物？主人听到这里，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因为天花板没有出口啊，所以这东西应该还在天花板上。节目组把摄像机对准天花板，准备等它再次打洞的时候抓现行，但一直过了3天都没再出现新洞口，也没再听到奇怪的声音。没办法了，必须要请专家了。专家在壁橱里也发现了一团毛发，很明显不是人的头发，还发现了一坨便便。专家仔细观察后说，这东西啊应该就是老鼠，但他们住在7楼，天花板怎么可能会有老鼠呢？专家说一定是通过一些缝隙钻进去的，进去之后呢就被困住了，不知道怎么出来，所以才会打洞。至于最近呢都没有什么动静，专家认为老鼠已经逃走了。那它到底是怎么钻进天花板的？专家拆掉通风管道后，发现管道附近有个明显的裂缝，老鼠就是通过这个缝隙钻进来的，最后也是通过缝隙逃走的。为了防止老鼠再次进来，他们堵住了通风管道的缝隙，重新贴上了新的壁纸，一切恢复了正常。然而下面这个房子又出现了新问题。在海边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里，每天都会传来哧啦哧啦的声音，房子外面还有个神秘的图腾，看着非常诡异。有人说房子里住着海王，声音是他磨三叉戟时发出的。工作人员才不信，壮着胆子上前查看，发现大门竟然是开着的。不怕死的工作人员走了进去，里面一片漆黑，突然灯就亮了。映入眼帘的就是用胶带铺成的地板，用了2种颜色的胶带交叉覆盖，形成了特殊的花纹。抬头一看更夸张，房子的墙壁全部贴上了绿色胶带。不仅如此，卧室也完全用胶带覆盖。这时主人出现了，不是海王，而是一位老奶奶。奶奶说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自己喜欢这样的装修风格，足足用了4年才全部完成。那外面的图腾代表着什么？奶奶说图腾没什么特殊含义，是这个房子的装修图，自己就是按照图腾来装修房子的。但每隔一段时间，胶带就会失去光泽，奶奶就会重新贴一遍新胶带，不一会儿就用完了1卷胶带，还说1周就要用掉300卷。打开橱子，里面存放了大量胶带。她为什么会有这种迷惑行为？原来40年前她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以至于不能出门。为了锻炼身体，才决定用胶带装饰房子，顺便呢锻炼身体。没想到现在身体越来越健康，所以就坚持每天贴胶带了。但是要论迷惑行为，还得看下面这位大叔。这座公寓每到深夜就会叫，公寓的住户苦不堪言。有人说听起来像青蛙在叫，又像是什么东西在楼梯上跳。节目组循声来到一位住户家里，只见声音越来越大，打开灯后让人哭笑不得。原来是大叔磨牙的声音，磨的那叫一个响。嘴角还不停抽搐，这简直就是用生命在磨牙。大叔说自己磨牙已经20年了，牙都磨掉了半颗，以至于现在都无法咀嚼食物，只能喝汤。妻子因为受不了，跟他离了婚。看着自己磨牙的录像，大叔表情凝重，说这是第一次看自己磨牙，没想到磨得那么深，磨得那么认真。朋友们也帮他解决过磨牙问题，等他磨牙的时候，脱掉袜子塞他嘴里，还会让他叼着一双筷子入睡，但都无济于事，反而磨牙越来越严重。去过很多医院，结果把同房间嗜睡症患者都整失眠了。大叔也觉得很不好意思，节目组再次带他来到大医院，医生说从没见过这么严重的磨牙患者，牙神经都快暴露出来了。随后检测他磨牙时的各项身体机能，医生发现在他睡觉时舌头滚动阻塞了呼吸道，所以他只能张嘴呼吸，这就是他磨牙的原因。对应的解决方案是做呼吸治疗。经过医生的努力，大叔终于改掉了磨牙的习惯。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你因为智齿疼得睡不着，来医院一看，这颗智齿竟然是横着长的，仅仅冒出了一点头，缝隙里一直残留小鳞石，导致发炎肿胀，拔牙难度非常大，直到切开牙龈才知道有多可怕。不过呢，不用担心，现在就给你拔掉。医生会在智齿周围不同部位打3次麻药，稍微呢会有一点刺痛感，但很快你就没有任何感觉了。接着呢给周围消消毒，防止感染。等麻药起效后，医生根据智齿的生长角度，一刀就划开了牙龈，整个过程你不会感觉到痛。掀开牙龈就看到了埋伏的智齿，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智齿大部分还镶嵌在牙槽骨中。为了更轻松地把智齿取出来，需要用钻头把智齿1分为2。虽然你感觉不到疼，但能听到电钻声，还能感受到电钻的震动，整个头都嗡嗡的。现在呢，利用杠杆原理把智齿撬断，你会听到嘎嘣一声，但是呢不必紧张。轻轻一挑就把牙冠取了出来，接着呢再次利用杠杆原理一点点往外撬。牙根埋伏的比较深，医生决定再次把牙根部分1分为2。现在呢就比较好弄了，轻轻一抠，牙根就取了下来。
拔掉智齿留下的洞会被血液填满，半小时之内会形成血凝块。经过24小时，血凝块会变得坚固结实。所以呢，拔牙24小时内不要刷牙和漱口，否则有可能使血块脱落，导致干燥症，那将痛不欲生。接着医生开始缝合伤口，就这样打个漂亮的结，剪掉多余线头就结束了战斗。有些情况呢不用缝合，需要咬住纱布来帮助止血，一般需要咬半小时左右。拔牙2小时后可以吃一些流质类的食物，不可以喝热水或者过硬的食物，避免剧烈运动，多休息。几天过后又是一条好汉。你因为牙疼的睡不着，来医院一看，蛀牙内部已经被掏空，看起来呢已经坏到了牙神经，直到钻开牙根管才知道有多可怕。首先麻药是少不了的，等麻药起效后，医生开始用钻头去除腐质。可以看到根管已经暴露，用工具轻轻一碰就打开了牙髓腔。不用想了，牙神经肯定已经坏死，这种情况呢只能做根管治疗，通俗点讲就是杀神经，这应该是牙齿问题中最可怕的一种治疗方式。不过呢，牙神经已经坏死的情况下，治疗过程是不会有痛感的，否则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痛。医生一般会注射局部麻药，所以呢不用太过担心。这种方式避免了拔牙，最大程度保留了你的天然牙齿。接着呢，医生测量根管的深度，根据测量的深度来选择长度合适的根管锉，来一点点刮出坏死的牙髓。牙髓处理干净后，医生装上小钻头，开始拓宽根管。依次把3个根管清理完毕后，还要使用消毒剂反复冲洗根管内部，防止后续再次发炎。接着呢，插入3根类似棉签的东西，对根管内部进行干燥处理。随后在根尖里涂上一层密封剂，接着使用牙胶来填充根管，这样呢就可以完美填充牙根管，不会留下任何间隙。接着呢，使用加热工具熔断牙胶，依次对3个根管进行同样的操作。接下来用树脂继续填充根管顶部，通过光固化灯快速固化，这样呢根管部分就填充好了。接下来还要使用钻头继续打磨牙冠部分，方便接下来塑形。随后对于牙冠部分涂抹酸死剂，目的是为了清理杂质。等待片刻后处理掉酸死剂，开始填充复合树脂。树脂的填充要循序渐进，每填充一点就要确定固化后再继续填充。就这样，医生用工具塑造出了一个人工牙冠，最后呢，再对人工牙冠进行打磨抛光，这样就完成了复杂的根管治疗。一般情况下，根管治疗后的牙齿寿命大约为11年。记得好好刷牙。你的2颗门牙中间发生了蛀牙，一张嘴就像卡在牙缝里的奥利给。医生看了一眼，二话没说，连麻药都没打，直接上钻头先把腐质去掉。医生换了一种工具，继续打磨边缘部分，以便树脂填充物能完美贴合牙齿。你比较幸运啊，蛀牙不是很深，没有伤到牙髓，所以呢修补起来也比较简单。接着涂抹酸死剂，经过酸死处理后，釉质表面在显微镜下呈蜂窝状，能增强与填充树脂的粘接强度。接着医生涂抹粘合剂，你可能会闻到类似强力胶的味道。接着医生使用光固化灯照射，让粘合剂快速固化。接下来在牙缝中放置一个薄膜隔开。现在呢开始填充树脂。树脂的填充要循序渐进，每填充一点就要先等固化后再继续填充，期间还要保持牙齿干燥，所以呢医生会对着牙齿一直吹气。你牙齿可能感觉有点冷，再忍忍马上就好了。填充完树脂后，接下来就要对表面进行打磨抛光，这时呢就要用到专用的条状砂纸，先用粗面研磨，随后移到光滑的一面再磨一次，另一颗牙齿也做同样的操作。这还没完，医生又换上了专用砂轮继续打磨。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完全看不出修补的痕迹，到这里蛀牙就修复好了，记得好好刷牙。你这颗牙已经烂透了，为了能啃骨头，你准备花2万块钱种一颗牙，整个种牙过程需要持续半年左右，但最后的成品惊艳了我。首先呢，要把坏牙拔掉，牙齿比较松动，直接上钳子，很轻松就拔了下来。现在呢，需要等待2到6个月，让牙槽骨恢复生长，填满空隙。
6个月后开始进行种牙。第一步，进行断层扫描分析，对口腔进行全面检查以及确定种植方案。接着呢，进行麻醉和消毒。等麻药起效后，医生一刀就划开了牙龈，掀开牙龈，牙槽骨就露了出来。这些大大小小的钻头都是用来在牙槽骨上钻孔的。牙槽骨的表层骨质密集，比较硬，刚开始要选择8毫米的小钻头预开孔。现在呢，要逐渐换成更粗的钻头，扩大孔洞。用粗钻头时，转速一定要慢，否则呢会导致摩擦生热，烧毁骨细胞。过程中钻头还会一直喷出生理盐水，就是为了降温。现在呢，使用螺丝纹钻头将孔的上端继续拓宽，就是为了让孔洞和种植体完美契合。孔打好后，医生取来像螺丝一样的种植体，开始种植的时候要尽量调低转速，慢慢推进去，才不会使接触面骨细胞损坏。接着呢，还需要使用扭矩扳手将种植体拧到规定扭矩。现在要将愈合基台连接到种植体上，等缝合好牙龈，大概呢就是这个样子。这时牙槽骨中的种植体会和周围的骨细胞慢慢融合，这个过程呢叫做骨结合。现在只需要等待2到6个月。几个月后，牙槽骨和种植体已经充分结合。现在要把临时愈合基台取下，安装永久愈合基台。现在需要安装人工牙冠。人工牙冠中间的洞是为了以后修理种植牙的时候方便拧开里面的螺丝，但现在呢要先用树脂填充，接着用光固化灯照射固化。到这里你的牙就种好了，看起来呢和真牙一模一样。现在就可以去啃骨头了，记得好好刷牙。你因为智齿疼得睡不着，来医院检查后才发现这颗智齿竟然是横着长的，并且完全埋在了牙龈里，外观上根本看不出来，拔牙难度非常大。直到切开牙龈，我才知道这颗智齿有多可怕。不过不用担心，现在呢就给你拔掉，医生先给你蒙上，医用手术动筋，只露出嘴巴。这时你可能会有点紧张，不过呢这还不算什么，医生会在智齿周围不同部位打3次麻药，稍微呢会有一点刺痛感，但很快你就没有任何感觉了。接着呢给周围消毒。根据智齿的生长角度切开牙龈，因为麻药的效果基本不会感到疼。如果这时你感觉到疼痛，那一定要举手示意，让医生给你加麻加辣。医生用镊子掀开牙龈，就看到了埋伏的智齿，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因为是横着长的，智齿的大部分还镶嵌在牙槽骨中。为了更轻松地取出智齿，这时就要用球钻削一点牙槽骨，通俗点讲，就是用电钻钻你的骨头。这时的你感觉不到疼痛，但能听到电钻声，还能感受到电钻的震动，整个头都嗡嗡的。即使这样，也不能直接把智齿拔出来，医生还要切开牙冠和牙根，把智齿分为2部分，分别拔出，所以呢又需要用到钻头。这时的你可能会分泌大量唾液，口水直流，现在就要先把口水抽走。牙冠深深地埋在牙槽骨中，无法直接取出，所以呢还要竖着再切一次。再次把口水吸干净后，就可以一块一块的把切好的牙冠部分取出。现在只剩下牙根了，由于埋得太深，还要再削一点牙槽骨。现在利用杠杆原理，一点点往外撬，很快牙根就被撬了出来。现在你的下巴可能很酸，再坚持一下，马上就要结束了。由于创口比较大，最后还需要给你缝合牙龈。就这样打个漂亮的结，剪掉多余的线头，就结束了战斗。为了让牙龈尽快愈合，你需要咬住一块纱布，保持2个小时，1周之后来拆线，期间不可以喝酒抽烟，避免激烈运动。好了，拔掉智齿，你有没有觉得轻松了很多？你知道牙套是怎么装上去的吗？这位小哥来矫正牙齿，因为他的牙齿非常拥挤，需要先拔掉3颗，拔牙后就可以获得足够的间隙，使牙齿能够很好的内收。接着呢，涂上酸死剂处理牙面。等待片刻后，再处理掉酸死剂，接着冲洗牙面，
今天是个大工程，你这颗牙坏得非常严重，牙齿内部还不停地冒血，直到钻开牙根管，才发现情况远比想象的更严重。医生给你蒙上手术巾，开始了操作。按照惯例，麻药是少不了的。等麻药起效后，医生开始用钻头去除腐质。可以看到，这颗牙已经坏到了牙神经，还引发了炎症。医生刚把内部清理干净，血水就冒了出来。医生决定给你进行根管治疗，通俗点讲就是杀神经。这应该是牙齿问题中最可怕的一种治疗方式。听到这里，你已经紧张地握起了拳头。为了让你放松下来，首先呢就要重新打麻药。医生还特意把针头掰弯了，紧靠着牙齿来一针，内部的神经也要来一针。现在呢需要用钻头打开牙髓腔。吹干后可以看到根管已经完全暴露，接着医生测量根管的深度，根据测量的深度来选择长度合适的根管锉，来一点点刮除坏死的牙髓。依次把3个根管清理完毕后，还要使用消毒剂反复冲洗根管内部，防止后续再次发炎。牙髓处理干净后，医生装上小钻头，开始拓宽根管。经过几个不同钻头的轮番操作，可以看到根管和刚开始相比已经扩大了很多。接着呢，插入3根类似棉签的东西，对根管内部进行干燥处理。接着呢，要使用牙胶尖来填充根管，牙胶尖要先裹上一层密封剂，这样呢就可以完美填充牙根管，不会留下任何间隙。接着使用加热工具熔断牙胶尖，依次对3个根管进行同样的操作。接下来还要使用融化的牙胶，继续填充根管顶部。这样下来呢，根管部分就完全填充好了。接着对牙冠部分填充树脂，最后安装上人工牙冠，这样呢就完成了复杂的根管治疗。这下你又可以想吃什么吃什么了。